夫君，妾身带着月儿，为婆母守孝6年期满，特来京城投奔。闭嘴！这里没有什么夫君，本官乃当朝探花，早已迎娶太师独女。可我们在老家是拜过天地的结发夫妻啊，月儿是你的亲骨肉。本官仕途正盛，别拿乡野旧事来玷污本官的名声。来人，给我拖下去！沈爵，你读书上进的银子是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你不能这么没良心！月儿，快趁热喝了，娘不饿。我爹沈爵如今是当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傅，连皇上都要尊称一声老师，世人皆赞他为人高洁，乃朝中姑姑，是辅政大臣。求求你们，我娘病得快不行了，能不能给请个大夫？太傅大人说了，让你们安守本分，没钱请什么大夫？起开，别挡着路！求太傅大人赐药，求太傅大人救救我娘！哪来的小乞丐？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滚远点！爹，我娘病重了，求你给服药吧。人生是谁来很久，真不休，尘缘来，柳絮飞花尽头。我烧了3天，以为自己要死了，最终却挺了过来。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娘带着病体去太傅府门口，可跪了整整3天3夜，才求来的大夫。月儿，你已经急逼1个月了，娘没用，给不了你像样的嫁妆。我今日去太傅府求求你爹，无论如何，定要为你寻个好人家。娘，那个地方，他们何曾把我们当过亲人？您别去受累。他毕竟是你生父，为了你的前程，娘这张老脸不算什么。娘！你们对我娘做了什么？她只是进去求见太傅。求见？也不看看日子。昨日是我们太傅夫人的生辰，夫人过寿，这种晦气东西竟然敢撞上门来触霉头。夫人说了，没当场打死他，已是积德了。苑姑娘，令堂本就积劳成疾，这次又受了严重的皮肉伤和惊吓，伤了根本，老朽尽力了，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神父，沈爵，夫人过寿，便要用我娘的命来。别动我，娘！太傅府他们到底怎么把您伤成这样的？那个地方不提也罢。月儿，娘哪怕拼了这条命，也定然要给你找当时最好的男人。娘，您到底在做什么？沈氏女救驾有功，舍命挡箭，临死前亲口求了圣上，遗愿是送女儿入宫伴驾。皇上感念其忠义，准了。你是沈月吧？准备下入宫。我没有银子，葬礼很寒酸，甚至没有一副像样的棺木。我的生父沈爵，他没有出现，甚至连一个下人、一张纸钱都没有送过来。小姐，人死不能复生，要节哀啊！小莲，这世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小莲是我和我娘来京路上捡的，当时她快要饿死了。这些年她跟着我们，虽然穷困，但也算吃得上饭，受了不少苦。我要沈家所有人，包括沈爵，全部下跪向我娘认错。岳才人，请下轿。见过太傅大人。哼，入宫后安守本分，很多东西不是你这种人能肖想的。读书的银子，赶考的银子，全是我娘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为她守孝双亲6年，成全她在老家的美名。我娘倒是安守本分了，结果呢，正妻变弃妇，我变野种。记住本官的话，不该动的念头，趁早掐死。
谢太傅大人提点，嫔妾定当谨遵教诲。让我安守本分，是因为如今的皇后是你那嫡亲的女儿沈四锦吧？我偏不。小姐，您在说什么？小莲，我要得到那个男人，只有得到他的宠爱，我才有资格和沈家拼死一战。岳才人，这延春宫是皇后娘娘的居所，新入宫的女子都得在这儿等着娘娘分配居所。奴才的差事送到了，这就告退。皇后娘娘正在小面，谁也不许打扰。岳才人，你就跪在这儿等着吧。皇后姐姐真是仁慈，居然还让那种人来延春宫外站着，没得污了姐姐的眼。谁说不是呢？这种身份的人，靠近些都脏了这院子。心思深着呢，手段着实了得。皇上也是心软，这种无理的要求竟然也答应。若是开了这个头，回头底下的人个个有样学样，那这后宫成什么地方了？都闭嘴！皇上的圣意，岂是你们能私下议论的？皇上向来仁慈，即便有人自恃威功，挟恩索贿，也不过是塞进来一个脏东西罢了。这后宫大得很，总归能找个地方安置。沈四锦还是这副高高在上的调子，和当年那个居高临下嫌弃我跪脏了太傅府大门的沈大彩礼真是一模一样。皇后娘娘谕旨，皇上今晚要驾临延春宫用晚膳，偏殿伺候的赶紧备下。岳才人，娘娘发话了，你可以走了。岳才人到了，以后这扶风院就是您的住所了，歇着吧。哼，小姐，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总比当年的庄子好，起码这里有现成的屋瓦。拿好了，就这些。这些东西连二等宫女用的都不如，他们分明是合伙欺负人。5天了，别说侍寝，连皇上的面都没见着。小姐，这日子没法过了。前几天的饭菜虽然有味儿，起码量还够，今日送来的连一个人都填不饱肚子。这风筝是谁的？回皇上，这方位似乎是扶风院那边飘出来的。传旨净室房，今晚让扶风院的岳才人侍寝。奴才这就去办。小姐，整个后宫都传遍了，皇上竟然亲自点了您的名。咱们这儿平时连个鬼影都没有，刚刚传旨的公公一走，那帮人的脸色可真精彩。这才只是开始，没什么好兴奋的。对，奴婢得把这些首饰都拿出来，一定要把小姐打扮得最漂亮。吴嬷嬷，当年我跪在太傅府门口求药，她就站在沈四锦身边，看戏似的看着我。你们干什么？这是小姐入宫幸运的东西。入宫的东西，在这后宫里，娘娘让你用，那才叫东西；娘娘不让你用，那就是垃圾。抓住他！放开我家小姐！你们这是私闯民宅！吴嬷嬷，这是皇后的意思。呸！这种狐妹子的手段上不了台面。这巴掌是老奴替皇后娘娘赏给你的，岳才人，希望你从此往后能端庄自持，莫要肖想不属于你的东西。你笑什么？这种时候居然还笑得出来？贱蹄子，你简直找死！恼怒和哭喊只会让这些恶奴更得意，笑是我现在唯一的武器。别以为皇上翻了牌子，今晚就能飞上枝头。皇后娘娘已经发了话，太医院已给净室房报了病，岳美人今日突然重疾，不宜侍寝。走。小姐，吴嬷嬷下手也太狠了，这太医院都说您病了，净室堂肯定不会来了。咱们先上药吧，万一落了疤可怎么好？不准上药，带着这身伤，皇上见了才会更加怜爱。净室房传旨，请岳美人即刻动身前往养心宫侍寝。来接了，真的来接了。太医院都报了他染疾，皇上竟然还要接他过去。那个贱人到底使了什么迷魂汤？沈四锦
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当今皇上。我承认我卑鄙，利用了王母。今日是我娘的头七，皇上自幼丧母，在这宫里最能感同身受。月美人，入了养心殿，规矩要刻在骨子里，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切莫弄伤了圣体。我娘为了救他而死，今日又是头七，她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弃我不顾。这就是娘拼了命为我找的，当时最好的男人，也是我在这深宫之中以后唯一的依仗。过来。你敢伤朕？皇上，疼吗？嫔妾这种卑贱之人，心里的疼比这深百倍。沈月，在这龙榻上使这种下作手段，你是想怀龙子？皇上，臣妾只是想有个亲人。今日是我娘的头七，这天底下我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哪怕是个孩子，只要流着我的血，我就不再是孤魂野鬼。想要一个亲人，臣妾有错吗？净室房的嬷嬷曾叮嘱，侍寝时万不可损伤圣体，否则便是灭九族的大罪。规矩你应该懂，既然结束了，就叫人送你回去。哟，月美人可真是好大的本事！皇后娘娘让你养病，你倒是有本事爬上皇上的床。可惜了，娘娘交代过，这后宫里不是什么卑贱的肚子都配怀上龙种。月美人，这碗补药你是自己喝，还是老奴亲自动手灌下去？嬷嬷说笑了，既然是娘娘赏的，嫔妾岂敢不喝？月美人倒是识趣，这深宫里的日子长着呢。只要你记着谁才是这后宫的主子，总能留你一条贱命。看着你家主子，若是吐出来一星半点儿，小心你们两个的皮！小姐，您这是何苦啊？他们太欺负人了。这点苦算什么？我喝下去的是去子药，吐出来的可是对付沈家的叛徒。小姐，成了，吴嬷嬷被杖毙了。怎么死的？听说是今早皇上去延春宫陪皇后用早膳，吴嬷嬷不膳食，不知怎的，竟把滚烫的汤水溅到了皇上的龙袍上。皇上雷霆大怒，当场就让人拖下去打死了，连娘娘都没敢求情。很好，这才刚刚开始。岳主子，往后有什么吩咐，尽管知会。这些是内务府刚出的新样色，配主子最合适。小姐，快看，这料子滑得跟水似的，还有这金步摇，比吴嬷嬷抢走那些强100倍，咱们总算熬出头了。都收起来。小姐，这可是内务府紧着送来的，不穿戴上。皇上感念我丧母之痛，我若在头七还没过就穿得花红柳绿，你觉得皇上会怎么想？内务府送去的绸缎，朕没见你穿，是不喜欢还是嫌太艳了？东西极好，只是嫔妾心中尚有哀思，怕污了那样的好物。你确实跟他们不一样。3年来，从未有人连续侍寝2晚。沈四姐，你现在该急疯了吧？林烨，我得趁你还没腻之前，彻底钻进你的骨子里。小姐，是皇后娘娘。嫔妾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安。连着2眼照你侍寝，连本宫的延春宫都没这风头。沈月，看来我爹说的没错，你确实有些狐妹子的本事。嫔妾不敢，不过是尽心伺候皇上罢了。
尽心，这宫里最不缺的就是尽心的人。本宫今天给你2个选择，要么以后为本宫马首是瞻，做本宫手里的一条狗；要么你就喝了它，从此往后在这深宫里一直无子，孤苦伶仃的等死。小姐，不要！算你识相，记住今天这碗药的味道。沈月，在这宫里不安分守底的下场，只有死。又是这些，小姐，你连着侍寝2天，他们竟然还敢给这种畜生都不吃的东西。您看您这几天都瘦成什么样了？哭什么？这比起咱们在庄子上连口热汤都喝不着的时候，不是好多了吗？这叫克扣，不叫谋害。克扣点饭食，能定多大的罪？那也不能白白受委屈啊！小姐，皇上今晚若是召见，您就提一嘴吧，只要皇上一句话，看谁还敢作践咱们。小姐，有些话自己说出来那是告状，效果有限。可若是让皇上亲眼瞧见，那才是扎在心里的一根刺。1件2件，皇上或许觉得是后宫琐事，可若是10件100件积压在一起，小姐的意思是，恩宠这东西是会被琐碎事一点点磨没的。沈家以为这样能拿捏我，却不知他们每扣我一顿饭，就是在给沈家挖1寸坟坑。我是如此，沈家也是如此。皇上，这是今年新下的6安瓜田，刚下锅的水凉了3息，8分热，最是回甘，您尝尝。你倒是心细，怎知朕批奏折时喜甜？皇上连续站了1刻钟，膝盖老伤，怕是又酸脏了。嫔妾没别的本事，这按摩的指法跟家乡的老大夫学过几招。皇上若不嫌弃，嫔妾帮您揉揉。朕的这些避讳，太医院都没几个人瞧得出来，你倒瞧得真切。岳才人主子，这是苏杭刚进宫的月影纱，皇上特意交代先紧着您这边，往后有什么短缺的，您尽管让小莲姑娘来知会一声。哟，这不是扶风院的小蹄子吗？拿这么多好东西，也不怕折了你主子的手。方美人，这是内务府给主子的份礼，您放开我！主子，这后宫的主子只有皇后娘娘。沈月整日躲在扶风院当缩头乌龟，我倒要看看，把你扣下了，她还能不能在那破院子里坐得住？把人给我拖到凉亭去！岳才人，您还在这儿赏花呢？小莲那丫头没长眼，冲撞了我们方美人，现在正被扣在御花园受教呢。才人还是赶紧过去吧，要是去晚了，我们美人一个不痛快，直接把那贱妇送去新者库洗马桶，那滋味可个好受。既然方美人相邀，那我自然是要去见见的。时辰刚刚好。嫔妾给方美人请安，方美人万安。哟，这御花园的风可真大，竟把咱们扶风院这位大红人给吹出来了。想见岳才人一面，可真是比登天还难呢。沈才人，你说这小蹄子的骨头是不是比那御花园的石头还硬？才人救我！才人救我！大胆沈月，你竟敢指使贴身贱婢潜入凉亭，摔坏了皇上御赐给本美人的珍珠手串，这可是御赐之物，你该当何罪？真是拙劣的计谋，沈思锦，这就是你教出来的马前卒。沈爵若是知道他教出来的女儿只剩下这点栽赃嫁赃的本事，怕是也要气死。你竟然还敢笑，死到临头了还敢蔑视本美人！不知悔改的贱人！看来今日不替皇后娘娘给你个教训，你是不知道这后宫姓什么了。一个卑贱的野种，竟敢在御花园里藐视本美人！来人，给我掌嘴，狠狠的打，打到他那张狐妹子脸烂了为止！方美人开恩，不关我们才人的事，这个珍珠手串是奴婢撞坏的，是奴婢的错，要求您就打奴婢，饶了我们才
仆情深是吗？好啊，既然这么忠心，那本美人就成全你们。你们主仆一个都别想跑，给我打！3、2、住手！皇上，您怎么来了？皇上，沈四锦以及沈家这么多人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今日我就先拿这个蠢货杀鸡儆猴。皇上，是嫔妾不好，不该惹方美人不快。皇上，是沈月先蔑视臣妾，她还摔断了您御赐的珍珠手串，臣妾只是想替皇后娘娘教训。够了！损坏御赐之物，竟还敢在这儿含血喷人！传朕旨意，方美人御前失仪，损毁圣物，即刻处夺美人位分，贬为选侍，打入偏殿，闭门思过。愿小主忍着点儿，老臣这就为您上药。动作轻点！若是留了疤，朕要你的脑袋！皇上，您今日不该为了嫔妾生那么大气。你总是这副低眉顺眼的鬼样子。这宫里是吃人的地方，你沈玉若是再这样不争不抢，早晚会被那些疯女人活剥了皮。嫔妾争不争不打紧，可皇上刚才拉着嫔妾走的那么急，膝盖这会儿定是又酸又脏，很疼吧？你这蠢东西！小姐，您看，屏风换成了白玉的，连地上的毯子都是波波进贡的。奴婢见过玉美人，主子万安。传皇上口谕，才人沈氏性行温良，深得朕心，即日起封为美人，赐号为月。美人，快接旨吧。全宫都在看这出戏，沈四锦视我如眼中钉，林烨却把我捧上风口浪尖，没人恭贺，没人找茬。这种诡异的安静，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预兆。在对付沈家的路上，这步棋我赢定了。小姐，奴婢今儿去领礼金，那些个拜高踩低的奴才，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不对，是那位方选氏，现在被禁足在那阴冷的偏殿，连饭菜都是馊的。一个美人说废就废了，林烨这是在告诉宫里所有人，他在护着我，也是在打皇后的脸。皇上这是真的把您放在心尖上了。这3个月来，每月雷打不动2次侍寝，这可是和皇后娘娘平起平坐的恩宠啊！平起平坐不够，这点恩宠随时会散。沈四锦背后有沈家，有沈爵，我有什么？我只有这副身子，还有这肚子里的变数。只有怀上龙种，我才能在这深宫里扎下根，才能让沈爵跪在我面前。3个月了，林烨对我实习之言，可这肚子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沈四锦嫁给他3年，同样一无所获，这不正常。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府中侍妾还能诞下2个小郡主，可自从登基，这后宫竟然没有一个妃嫔传出过喜讯。林烨，你到底在防着谁？是防着这满宫的女人，还是防着我背后的那个父亲？不管真相是什么，我都没时间等了。小姐，听底下人说，皇后娘娘为了子嗣求了无数方子，可那肚子依旧没动静。她能不急吗？沈四剑嫁给林烨3年了，颗粒无收。就算她是沈太傅的嫡亲女儿，在这后宫没有子嗣，皇后的位子就永远像坐在火盆上。可是小姐，您这3个月也，皇上的新鲜劲儿，在这宫里恐怕撑不过半年。我知道他是皇上，见过的奇花异草太多了，所以我等不起，我必须让他觉得我沈月跟着后宫里所有争宠的女人都不一样。
这便是沈家的二姑娘，那位便是近来盛宠正盛的美人。区区美人未捷，竟能列席万寿大宴。太傅大人这位2000金，手段不简单呐。林烨，你看，为了护着我，你甚至不惜坏了组织。沈思锦，这份圣宠是砒霜还是芒药？咱们今晚见分晓。皇上，月美人年纪轻，这般大典怕是拘着她了。瞧她坐的那般远，倒显得臣妾苛待了自家妹妹。她喜欢清静，随她去。沈思锦，你以为把我摆在舵端是羞辱我？只有坐得足够远，才能看清你们这群人在权力的漩涡里有多丑陋。祝寿，在这吃人的深宫里，活得久未必是福气。我这位好父亲装的可真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傅，权倾朝野，他的清高是建立在多少人的尸骨之上的。皇上，臣妾今日身子有些不爽利，原本怕惊了圣驾，便特意召御医瞧了瞧。御医说，臣妾已经有1个半月的身孕了。皇后娘娘有喜了，这是国之大幸啊！臣是恭喜太傅，客气太傅，沈家要出皇嫡子了。1个半月，原来沈太傅早就知道了，难怪今晚沈思就这么安静。你有宠爱又如何？我有的是这大凌江山的命脉。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纵有万千宠爱，也不过是本宫脚下一块垫脚石。沈思锦，你以为这就是赢吗？原来你们费尽心机让我列席万寿大宴，就是为了在最高处给我这一记重锤，让我看清嫡庶之别。小姐，皇后娘娘怀了嫡长子，沈家现在的势头，咱们往后该怎么办？嫡长子那也得生得下来才算。沈思锦以为怀孕能稳住凤位，沈觉以为有了外孙就能把持江山。他们越是狂欢，跌下来的时候就越惨。让你安守本分，好高骛远。落款写着我娘的名字，太傅大人费尽心思把我引到这儿，总不会是为了续父女之情吧？哼，你也配提你娘？本官若不提那个贱妇，你能乖乖出来见我？别以为在御书房待了几晚，你就真的能在这深宫里翻云覆雨了。钻营这么多年，他确实心思缜密，连见我这种事都要留下眼线，甚至连我院子里的奴才都成了他的耳目。他在皇上身边埋了多少钉子？沈家这棵大树根扎的可真深啊！不知廉耻的东西，本官今日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放肆！你竟敢躲！太傅大人，这御花园虽然大，可到处都是皇上的眼睛。您刚才那一巴掌若是落下了，打的可不只是我的脸，更是皇上的颜面。在后宫殴打皇上的妃子，到底是谁放肆？本官教训你，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沈月，你真以为爬上了皇上的床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别忘了你骨子里流着谁的血！你这种见不得光的身份，本官随时能让你从这后宫消失。哼，这3个月来，你入御书房的次数太多了。如今思锦有了身孕，你若再敢在她面前弄那些狐媚手段给她添堵，要不是看在你娘临终前求情的份上，本官现在就能废了你。我娘，沈玉，这2个字从你嘴里吐出来，我都觉得脏了她的轮回。你有什么资格提她？是提你如何抛妻弃女，还是提你如何纵容沈夫人将她活活打死？至于我现在的身份，那是皇上给的，不劳太傅大人操心。您今晚屈尊降贵把我引到这儿，不就是想替沈思锦出气吗？话不投机半句多，太傅大人，请恕我不奉陪了。逆女，本官让你站住！
你耳聋了吗？沈月，你要是还想让你娘死后有个体面，就给本官听好了。从明天起，给本官收起你那些狐媚心思，好好守着四锦生下太子，别再出现在皇上面前肖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只要你这半年安分守己，本官可以额外开恩，让你娘入我沈家祖坟，受沈家香火供奉。否则，你也知道本官的手段，到时候别怪本官不顾念最后一丝父女情分。沈家祖坟，沈娟，你竟然觉得那是恩赐？我娘生前被你们作践了一辈子，死后还要去那肮脏的地方受气，葬进去都嫌脏。小姐，您瞧瞧那些人巴结的样子，明明您才是连着侍寝3晚的人，今儿个却冷清的连口热水都没人续。皇上，当真要去延春宫守着那位了？沈四锦以为怀了个孩子就能彻底抓住皇上，这宫里最不缺的就是变数。我偏不让他称心如意。这万寿节的晚上，我得让皇上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枕边人。皇上，放肆！今儿是什么日子？皇后娘娘刚诊出喜脉，皇上正陪着呢。你个扶风院的小蹄子，活腻歪了，敢来这儿抢人！皇上，月妹妹怕是白日里累着了，臣妾这儿正好有太医在，不如分一个过去瞧瞧。沈月啊沈月，我以前只当你是个狐妹子，没想到你是个疯子，在万寿节皇后怀孕的头1晚抢皇上，这回我看谁能救你。恃宠儿骄到这份上，真是无知鲁莽。他这是嫌命太长，非要往皇后的刀口上撞。未必，入宫这么久，他可从没吃过亏。我倒要看看，皇上是选那还未出世的嫡长子，还是选这位心尖尖上的月美人？皇上救救我家主子！月美人突然心绞痛发作，疼得快逼过气去了。皇上，美人昏迷前一直念着您的名字，求皇上去看一眼吧。败家扶风院。皇上，今夜是万寿节，臣妾肚里还有皇儿。此时此刻，后宫那帮人怕是已经把我撕碎了。传消息的人快，碎嘴的人更快。恃宠而骄，抢夺圣驾，这些罪名扣下来，确实够热闹的。皇上驾到！沈月，你不是心绞痛的快要……皇上，您怎么过来了？臣妾刚才还在算时辰，想着这面千万不能放久了，得热腾腾的进嗓子才好。皇上，快尝尝，我刚做的长寿面。以前在庄子上，我娘总说，过寿的人一定要吃一碗长寿面，这样今年才会平平安安、顺顺当当一整年。灵叶，那些华丽的词藻你听腻了。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是喊给百官听的。平平安安一整年，这才是说给阿叶听的。朕还以为你真的病得起不来床了。臣妾是不是很狼狈？在这样的日子，竟让皇上看见这些。皇上，快趁热吃吧。虽然比不上御膳房的精细，但每一根面都是臣妾亲手拉的，
断了就不吉利了。沈思锦他们总是打扮的花红柳绿，带着精致的食盒送到御书房，像是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可他们忘了，你不仅是皇上，你也是个活生生的人。让你看到这炉火，这面谈，看到一个为你满脸粉尘的女人，这才是最狠的招数。月儿，月儿，你很美，真的很美，就像朕的母后当年一样美。皇上，味道还行吗？好。万寿宴上，所有人都在敬酒，所有人都在祝颂大凌江山永渡，可那些话都是说给皇权听的。只有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辰，不是万寿节，是你作为一个人的生辰。所有人都在祝朕万寿无疆，所有人都在盯着朕的位子，只有你。月儿，以后没人的时候，叫我阿叶。阿叶，灵叶，你全名叫灵叶，那是只有先皇和先皇后才能换的名字。阿叶，月儿，这宫里太冷清了，为我生个儿子吧。生个儿子，你视若生命的嫡子之位，我要定了。这一局是我赢了。朕为沈氏，晚晚淑德，深得朕心。即日起，封为昭仪。昭仪入宫才多久，竟直接越过了嫔位，成了昭仪。没见那位现在是皇上的心头肉吗？听说昨夜他侍寝后，皇上竟亲口下旨让他在养心殿歇下，不必回那凄凉的扶风院。昭仪不过是个生不出根的野种，皇上竟让他暂避本宫的锋芒。既然累了，就在朕这儿好好休息。今后朕的寝殿就是你的家。昭仪心间宠，林燕，你捧得越高，到时候沈家摔下来才会越粉身碎骨。昭仪主子，这是南边刚进贡的稀罕物，皇上发了话，除了皇后娘娘那儿，头一份就紧着您挑。您瞧这成色，可还顺眼？快走快走！如今这位可是皇上的心尖子，连皇后都要避其锋芒，咱们可别撞在刀口上。恭喜皇上，贺喜昭仪，主子已有2月余的身孕，迈向沉稳，是大喜呀！好，好一个大喜！胡风院上下赏1年俸银。月儿，你立了大功，朕已下旨，命礼部立刻修缮你生母的坟冢，按1品诰令礼制立碑。菩萨保佑，求主子一举得男，平平安安生下小皇子。只要有了皇子，咱们就真的熬出头了。灵叶每日都来看我，沈思锦怀孕5个月，她却只去过1次。这种恩宠是催命符。小莲，别求了，沈家已经有了一个怀孕的皇后，沈玉绝不允许出现第2个流着沈家血脉却不受她控制的皇子。这胎我注定留不下来，沈玉肯定不允许。主子，真是奇了！自打您和皇后娘娘传出喜讯，这1个月里，如医院的、芳菲阁的，竟陆陆续续又有3个妃嫔诊出了滑脉。太医院那帮老头子，现在连觉都睡不成了。打破了魔咒，这后宫沉寂了3年，如今扎堆怀孕，沈思锦怕是连觉都睡不安稳了。听说延春宫的官窑瓷器换了一批又一批，半夜3更还得请太医去安胎。沈思锦，你这是心病。昭仪主子，快随奴才去延春宫！皇后娘娘，怎么回事？说是搜出了您送去的香囊，里面藏着见红的虎狼药。我的皇儿，皇上，还臣妾的皇儿啊！
个满肚子坏水的贱人！你还敢来？你还我皇儿的命来！娘娘，你刚遭了大罪，万万动不得气啊！本宫即便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这卑贱的野种，竟敢肖想嫡皇子的位子！你这种阴狠的东西，生下来也只会遭天打雷劈！臣妾给皇上请安。沈月，皇后指认你送去的香囊里藏了红花，这件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回皇上，臣妾从未做过此事。香囊确是臣妾亲手缝制，但里面装的是安神避暑的药草，绝无谋害龙种之物。这件事跟臣妾无关。无关？事到如今你还想抵赖？那香囊是你扶风院的东西，更是你的贴身丫鬟亲手送进延春宫的，带上来！昭仪，对不起，奴婢实在是熬不住了，是昭仪让奴婢把药放进去的，对不起。我以为我是那个拨弄风云的棋手，利用爱恨，利用母仇。原来从头到尾，我也不过是这大盘棋里一枚随时可以被推出去牺牲的棋子。再等朕几日，等朕清理完那些尾巴。沈月，相信朕。阿叶，如果你觉得局势难控，就让太傅大人入宫吧，我可以作为饵，帮你解决掉他。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想明白了，在这宫里，没有人能真的瞒过皇上的眼睛。小莲是你的人，对不对？昨夜他那场戏是你亲手设计的，为的就是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给沈家致命一击。皇后那胎绝对不能生下。沈家权倾朝野，若沈氏骨诞下皇嫡子，这天下究竟姓林还是姓沈？从你登基那天起，这满宫的红粉骷髅不过是你防备沈家的防线。你不想让人怀孕，更不想让沈家的血脉染指这皇位一分一毫。沈玉把持朝政，朝堂之上大半都是他的门生。如果沈思慕生下太子，朕这个皇帝就真的成了一具空壳。你可真记住了，在这里好好养胎，等朕亲手解决了他，朕要废了沈思慕，封你做朕唯一的皇后。囚禁我是在保护我，还是怕我这枚棋子反水？阿叶，收手吧。沈宇那只老狐狸，他防备你防了整整5年，你的人只要一动，他就会反扑。可是他不会防备我，我是他亲手培养送入宫中的杀招，让我来帮你彻底解决后患。太傅大人，深夜造访，这扶风院的门紧，看来也拦不住您。坐吧。这茶是皇上刚赏的雨前龙井，太傅大人尝一尝。茶汤火候恰到好处，苦而不涩，回甘清冽。月儿，你这手艺确实不错。手艺自然是不错的，毕竟这可是太傅大人费尽心机亲自给我请的老师教导出来的。你什么时候猜到的？我跪在太傅府门口求药，你抱着沈思锦进门，连个眼神都没分给我。从那天起，我就开始恨你，恨不得你死。可就是那么巧，庄子里突然来个逃难的妇人，她不仅茶艺一流，更是琴技无双，甚至极其擅长揣摩人心。她教我如何忍，如何笑，如何用最卑的姿态钓到最大的鱼。那时候我小，以为是老天眷顾，所以学得甘之如饴。现在想来，那妇人是你的人吧？可是沈玉，你聪明反被聪明误，你真以为你那点拙劣的谎言能骗我一辈子？我娘那样一个软弱手无缚鸡之力的乡下妇人，她拿什么去救驾？她甚至连皇上的轿辇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可笑的是，你竟然说她临死前的遗愿是让我入宫。我娘这辈子被你这个负心汉毁了，她正妻变夫，她最恨的就是妾室，她怎么可能舍得让我入宫去给人当妾，去受她受过的苦？够了，沈月，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在本官面前，你放肆了！放肆！太傅大人在这深宫里待久了，怕是真把自己当成这天下的主子了。论放肆，谁能比得过太傅您呢？
您势权练使，从先皇临终托骨的辅政大臣，一步步变成如今独揽大权的摄政，甚至如今都开始觊觎那把龙椅，想让这大凌江山改姓氏。孽障！你放肆！你竟敢用这种语气跟本官说话！你以为朕不敢在这儿就杀了你吗？太傅大人，别光砸杯子啊，使劲儿砸！这屋里的陈设都是皇上赏的，多得很。您今天不砸个痛快，往后进了天牢，怕是再也没机会砸这么好的瓷器了。我只是觉得好奇，太傅大人钻营了一辈子，自诩算无一策，怎么会看不出来今日这扶风院是为你准备的鸿门宴？你既然踏进来了，就真的觉得自己还能走得掉吗？好啊，你确实生得好，长得好，也够聪慧。这份狠辣，这份临危不乱的手段，比起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四锦，你才是最像我的。我是他的老师，这大凌江山是我一笔一画教他怎么坐稳的。我最了解灵娥，他骨子里流着先皇那股子刻薄寡恩的血。等他羽翼丰满，真正亲政的那天，就是本官的人头落地之日。这一天迟早会来，本官心知肚明。可我不甘心，我沈玉从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寒门穷酸，走到今天这万人之上的位置，靠的就是这股吞天的野心。真龙天子又如何？龙椅上坐着的人，凭什么不能流着我沈家的血？为父没有看错你，四锦那个蠢货不行，他守不住肚子里的种，你却可以。你这3个月把皇上拿捏得死死的，甚至让他为了你连皇后的脸都敢打。沈月，你真的没让为父失望。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沈月身上流的是本官的血，你肚子里的那个孽障，不，那是未来的大凌之主，他有一半的血脉来自我沈家。就算我沈玉今日真的死在这扶风院，又如何？让你的孩子当上太子，坐上龙椅，我沈家的子孙后代就永远是这天下的主子，我的子孙也可以是龙子龙孙。我没输，我赢了。营业以为在这儿布下天罗地网就能杀了我，简直是笑话。即便我今日死在这儿，本官还是赢了。只要你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他就是大凌未来的天子。沈月，你躲不掉的，你孩子身上流着我沈家一半的血，这万里江山终究是我沈家的掌中之物，这皇位终究是我们沈家的。所以你8年前就开始布局，从那个教我琴棋书画的老师开始，就在利用我的恨，一步步牵着我入宫当你的杀招。我娘因为你的野心被害死，我因为你的野心成了这深宫里的玩物。灵叶利用我是为了摧毁你，摧毁沈家；你利用我是为了满足你那吞天的野心。你们都以为我是手中的棋子，是可以随意摆布、随时舍弃的筹码。沈月，你刚才说你赢了。孽障！你想干什么？放下！那是本官的孙儿。这世上没人能拿我当棋子，你们也不配。不，那是龙种，我的龙子龙孙。你们既然想玩，我就让你们满盘皆输。月儿，沈月，太医，快叫太医！阿爷，你终究还是动情了。棋手一旦对棋子动了情，你便不再是执棋之人，而是这局中最输不起的棋子。皇上，救命！他说我要害死嫡皇子，他要为皇后娘娘复仇，他要杀了我跟孩子。沈玉，你竟敢动朕的人，竟敢杀害朕的皇子！你这个疯子，是你自己扎进去的！你怎么敢？你怎么敢亲手杀了他？谁给你的胆子？你毁了我沈家的一切！你这个上不得台面的贱人！沈太傅，杀人是要偿命的。拖下去，打入天牢！拖下去，打入天牢！沈家全族一个都别放过！娘，我为你报仇了，这世上再也没有沈家了。太医，滚进来！统统滚进来！要是救不活他，朕要你们所有人陪葬！阿爷，别喊了。沈宇杀了龙子，谋害宠妃，他活不成了，
沈家必死无疑，你以后自由了。朕不要什么自由，月儿，你撑住，你还要当朕的皇后，给朕生一堆孩子呢。朕这辈子只有你一个亲人了，你怎么舍得丢下朕一个人？阿爷，我爱你，为了你，我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灵叶，你这辈子都得活在欠我的债里。我不仅毁了沈玉的野心，也毁了你的心。终究是我赢了，哪怕你是帝王，这辈子也只能在悔恨里活到死。月儿！师傅，该进殿礼佛了。玄武5年，明帝灵业登基5年后禅位给其侄，于松原山蓝山寺出家为僧。